现在你们去现场了吗？谁给我拍的照？对，拍的真好，修的真好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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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每天睡前还是照镜子的。你很懂我，哇，好像在这跟泡面眼儿。好，我真没有，我还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就这样，扔了吧什么？你们就说明你们真的是小气啊。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。好，然后我们首先有个热身环节，想看一下你的脑洞怎么样？好呀，好呀。看看你能答对多少题。第一道，一块面包走在路上扭了脚，变成什么？牛角包。对。啊，是吧？真的？对啊。哇，迪迦是哪里人？外星人吧？迪迦奥特曼。我知道他不是他不是外星人吗？家里人吗？你好家。东北人啊？为什么？我迪迦在东北。哦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！这么冷的笑话真的是可以啊。下一题，7减11，猜一种职业。超市付款的，超市收银员。付四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谐音梗。付四。护士。好，护士啊，副四哦，四口音的啊。大白加大白再加大白等于什么？大白加大白，三大白是什么？大白三。哎，接近了。这都能接近。东北话。大白鲨。大白鲨是这个吗？哦，大白鲨。平时你会有这种库存吗？好，我真没有，我还真没有。但是你很多谐音梗来直播的时候，那都是临时想的。很厉害。好，那我们正式开始采访了。就是之前你有说过自己接的一些角色都会有刘宇宁的气质在嘛？那这一次燕子京身上有哪些你的气质啊？那自然是坚韧不拔、勇敢。没有，我觉得气质就是那种他身上是有一种悲凉的气质，就是因为他身世很惨嘛，他知道想要什么就要靠自己的这个感觉。他身上会透露一种，你好像感觉他生人勿近。但是其实他内心是渴望得到爱的一个人啊。你1米9的大高个儿，经常演一些比较虐，然后很有破碎感的角色，是种怎样的体验？哎，我还挺享受的。对，我觉得很有感觉。我还是喜欢一些有一些思考的角色，他的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一些角色。对演员来说，他是有的演。我是这样的，对。那燕子京他浑身都很值钱嘛，你最想获得他身上什么样的东西？可能就是那个腰带吧，因为那个腰带最后是端午送给他的。对，它的意义可能再大于了金钱吧。那如果燕子京穿越到现代的话，你觉得他会和刘宇宁一起做什么事情？他和我一起做什么事情？跟我创立一个这个珠宝品牌吧，应该是啊。他去进货选品，然后我来帮他卖。对，直播就开起来了啊。那如果刘宇宁穿越到古代呢？你会跟他做什么？我回到古代估计会死吧，我就会死在那儿，因为其实那个环境是很难生存的，尤其有这种江湖的这种的，包括我拍过很多那种古装戏嘛，总有一些个人搏斗啊，这个打戏，你好像感觉这个人很帅，但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很容易受伤，就是非常的危险，你很容易就命丧于江湖啊。饰演燕子京这个角色，有加入你哪些小巧思或者小设计？其实开始设计了一些东西，因为开始读剧本的时候，读到了一个燕子京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比较爱干净，别人碰过的一些首饰，他都就嫌弃，尤其他仇人弄过的东西，他就嗤之以鼻。当时想给自己加一个设计，比如说动不动从那个兜里掏出个手绢擦嘴什么的。然后当时我在家就是琢磨了一下，照着镜子，就是比如说从袖子拿一个手绢出来擦嘴，感觉好像是就是不太爷们儿，所以这个设计当时就给删掉了。盘串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设计，就尽量日常戏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串放在手里，然后让它成为自己的一个习惯和一个符号。所以你平时会经常对着镜子去练一些小动作啊，或者眼神？其实是会的，是需要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演戏的时候，大部分你想的一些东西，其实你没办法从第三方视角看你自己嘛。我之前有一个角色是有一点神经质的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说加一个这种，就是这眼睛一直抽，一直这样，显示他有点神经不太正常。然后呢，我就照着镜子就这样，好像在这跟泡面眼儿。后来我也没加，对我，但是有些东西我会去思考这个东西，会想要说在表演上丰富一些东西去设计这个角色的一些特点，让观众所记住它。平时自己照镜子的时候，你会有怎样的 OS？我有这个身上有这个护肤产品的代言。就是每天这个照镜子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呦，这个看来得好好睡了。最近这个黑眼圈又严重了，好好睡觉啊，保持身体健康啊。
那就是大家都说直播时候的刘宇玲、演戏时候的刘宇玲和唱歌时候的刘宇玲是3个人。那现在能不能用这3种不同的身份去安利一下燕子京这个角色？那第一个歌手嘛，朋友们是因为这样的，因为我们《珠帘玉幕》已经开播了，当然这个希望每一个看到这部戏的朋友都能够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而且吉祥的事儿都能成。哎，祝贺各位。Hello everybody，这个欢迎各位来到我这个刘宇宁的直播间。那最近我在演的一部戏《珠帘玉幕》已经上了，所以希望朋友们多多去支持一下，然后多多的去帮我们宣传这部剧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了啊！这个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，先点点我们的关注，谢谢了。想跟诸位说一下，《珠帘玉幕》这部戏还真的挺好看的。各位平时在闲暇时间没有什么工作要忙的话，希望大家多多收看这部《珠帘玉幕》，谢谢。好，然后那你觉得燕子京哪一句台词或者哪个桥段会火呢？哪个桥段哪个会火？哪句台词会火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人一定要靠自己吧。他可能就是燕子京的一个想要传递的一个理念，且一直也告诉身边人的一个精神啊。前2天有个话题是刘宇宁唱歌包 BE 的，你有看到这个吗？没看到，我把毛不易的活抢了，人都说他是毛 BE。可能最近我也保不齐会唱到一些稍微这种伤感一些的曲目，包括我自己的戏啊，之前《一念关山》的奉上啊，就是每次那个曲一响，好像就要有人要走了。大家之前给我的封号是这个爱情保安，我一唱的时候，男女主可能就会爱情就会升温，或者是有重逢相遇了，都是有这种美好的一个结果的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尽量唱点开心的分享给大家吧，让大家继续坐实我这个爱情保安的身份。所以你是想要继续当爱情保安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这个剧里的这些男女主也好，故事他们已经够惨的了，我还是希望给他们一些期望吧。那就是你觉得当了演员之后，在唱歌的时候会不会更有画面感？还真有。其实我一直在很早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唱歌其实就跟说话一样，它的形容并不是说你要像说话一样唱歌，而是说想要去表达，最重要的一定是我传递给了一个什么情感、什么氛围，让你感受到了什么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演员来说，走入不同角色的人的人生和内心之后，我的感受力被开发了，共情力可能会开发。那我被开发之后呢，我可能传达这个情感的技能又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提升，所以在唱歌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输出的啊。然后我们会有本神奇的答案之书。我之前都搞过一次这个。我们这本很不一样。你看它都翻成这样了，就说明你们真的是小气啊，不是买一本新的，对，显得有年代感，是不是？感觉像100年老书的感觉。来问2个问题，然后翻开它获得答案。我当然现在是这个珠帘玉幕，我最关心我的这个角色会不会被大家所喜欢嘛？告诉某人，那对你意味着什么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朋友们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角色意味着他对我很重要。我们会好好帮你宣传的。好呀，谢谢了。再问一个吧，关于你自己的。关于我自己的，就是这样吧，我帮你们问一个，就是刘宇宁明年会不会顺利开演唱会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紧张了，紧张了。要知道，选择太多和太少一样很难。很难选择开多开少，因为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真的在考虑说2巡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跟我说要多开几场，我怕朋友们没有新鲜感了，然后也会看疲惫，而且很多朋友想要说来支持我演唱会，你说看演唱会又买票又要住宿又要机票又得吃饭，然后呢又可能买一些什么这种为演唱会准备的东西，而且大家赚点钱都不容易，所以都会很破费，所以我开太多我怕你们承受不太了，所以我真的在选择，真的很难。扔了吧什么？听没有？开玩笑。或许你现在对霸道总裁这个角色还有执念吗？我其实没有想演，我想演是我的粉丝们说，宁哥你去演个霸道总裁吧。但是我是不抗拒任何角色的性格或者是风格的，有机会也尝试。所以可能燕子京在某种程度上，它算是一个古装的一个霸道总裁吧。然后我们会火马上就10周年了，想请宁哥分享一下你这10年来的感悟。对，我这10年其实就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。可能10年前的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做什么，甚至不明白我能否吃得上饭。然后呢，在6年前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能够从事这个自己想从事的行业，做歌手嘛。然后又过了2年之后，我又开始做演员了。然后呢，到今天又有跟剧跟大家见面了。所以我想说，无论说10年也好，或者是20年也罢，我觉得在人生当中，只要你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，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就会让你进入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然后可能是让你满意，有可能是让你
更加痛苦的。但是只要你向着好的方向努力，我相信一定都有好的收获。那如果重生之刘宇宁在会火上班，你想要应聘什么岗位，或者想在会火做什么？我可能就做你这个职位。我喜欢跟人聊天嘛，我在跟他对话当中，我要去揣测他是如何思考的，且问什么的问题既有话题又不冒犯。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啊。那你会想要问刘宇宁什么问题呢？我想问刘宇宁，你刚刚已经问完了，你很懂我。谢谢你。然后我们最后用一个特别的方式给节目打个靶。特别的方式就是这个，真有艺人会这样？真的啊。3、2、1，会火刘宇宁采访，3、2、1。哎呦，各位同事们，这个辛苦了，我是那个刘宇宁。听说你们在等我，我何德何能啊？当然你们很辛苦，忙碌了一天，还在等我。那在这里呢，也祝各位今后在工作当中都能够一切顺利。然后呢，这个《朱丽玉木》也快上了，然后你们也帮我们这个剧多多宣传一下，辛苦各位了。各位晚安。我丹东大草莓好吃吗？啥意思啊？想吃丹东大草莓。没问题，到时候下来给你们安排。好了，我记着呢。等那个丹东草莓下来了，给你们整点啊，尝尝。